今天韩国出现一个让大家真的嘴巴掉下来，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一幕。这一幕是什么？它原本是要放一个什么全球不到3000只的这个国宝级的濒危的鸟类哦，就大家说要见证这一幕了，就出大事了，直接跌倒的。这很多人不知道，想说这不就是一只鸟吗？不对，这个叫做东方白鹳，它全世界呢只有3000只，跟我们现在最近很流行的水滴鱼是一样珍稀的濒危生物。结果没想到韩国本来富裕好之后，要把这个白鹳拿出来放。结果放的时候呢，莫名其妙，你有没有看到？来，再看一次画面。走出来之后，先步履蹒跚，然后呢，一个踉跄了，然后还想拿这个翅膀去撑，结果呢，连翻带滚之后倒在地上。然后工作人员呢，赶快很像案发现场一样，你知道吗？像车祸现场一样。中国不是要把车子盖起来吗？他就赶快把这只白鹳抱起来，然后呢，把它盖一个布之后呢，就把这只白鹳给带走。就后来呢，才发现说，这只白鹳，赵恒猜怎么着？怎么？后来走了。真的假的啦？真的，他不是富裕了吗？对，然后就这样摔了之后走了，然后他们想说奇怪，就这样子摔就死掉了。对，真的就整个就人就没了。天哪！然后他总共放3只嘛，然后另外2只也是这样我们讲的晕头转向的，就你就想说这个白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后来发现说，原来是因为他们要展开这个仪式嘛。要展开这个典礼嘛，所以呢要干嘛呢？来，你看到这是在大太阳底下直射了将近快要90分钟。它晒得快要90分钟，不是，这根本没办法飞得起来，这太可怕了吧？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如果把你关在太阳底下，然后大概我们讲90分钟就好了，它当然变这样子。我中暑就晕了。对，所以这些鸟呢，这些白鹳呢出来之后都已经6神无主了，因为已经被闷坏了嘛。那最后呢，当然会是这样连滚带爬本来以为是我们讲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是我们讲的最后这些白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然后命都没了。就后来他们就很多人开始在骂嘛，然后结果没想到主办单位呢，官方竟然说什么说没有不是为了我们这些高官。我想说，好大力好耍，你卖搞你每个都给我撑雨伞，说绝对不是因为太阳晒，一定很热。对，他说，你知道他的说法是什么？我看了我更火。他说他以前晒6个小时没怎么样这些白鹳以前我们把它放6个小时，我想说你6个小时是放在阴天下，还是放在室内？但不可能是放在大太阳底下这样晒吧？不莫名其妙，你不是一个野放的仪式吗？你不是富裕它吗？结果你根本就虐待。对啊，我想这真的是虐待动物，变烤小鸟。因为我看到那个白鹳，我仔细看他眼神。超级可怜的，你知道吗？现在韩国人看到这个白鹳内心突然间非常有感触眼泪默默滴下来。为什么？他们想要说这个白鹳就如同韩国的经济，你想要放飞它，你想让它飞起来，结果没想到呢，一个盛世之后呢，马上坠落地，因为他们又在想到我们中华民国，又在想到台湾了，说你看中华民国，你看台湾的这个 GDP 增长，哇！飙上去了，每个人我讲 GDP 成长率高达5%个百分点，而且呢，每个人均呢甚至要突破了5万美元。结果没想到，原本38名的台湾呢，现在呢变成我们讲的35名。结果没想到，原本34名的韩国呢，现在变成37名，整个反超下来。你不要看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只是要拉一个引线出来，所以代表说其实韩国的数字还会继续往下掉，台湾还会继续往上升，所以这个差距缺口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想说太悲催了吧？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更惨的是什么呢？财团每个人面对想说，哇，我们要交给美国3500亿美金呢，这怎么缴得出来？都不行我们要赶快去找川普所以包括三星、李在镕、SK、崔泰元，以及呢现代汽车、郑义轩、LG， 全部还有韩华。这5大集团都去打高尔夫了，对，而且你知道他们多认真吗？他们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跟川普打高尔夫，所以他们私底下平常因为球技水平不太一样嘛，他们最近什么事也不干，就一直在练球，一直在练球，一直在练球。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到了现场，对不对？就球还是没打到，川普根本跟他们之间没有在同一组，所以练了老半天，全部都白费功夫。但是你知道更了不起来了。这叫台积电。对，韩国是不是人家抱着要去抢着去抱大腿？我们台积电很有个性我跟你讲说 ，no， 我不去了，不克出席，我婉拒。婉拒的理由很简单，美中紧张关系带来的负担。这是负担对，他是帮美国着想你看 so sweet 嘛，他拒绝人家也很有艺术，说我是怕制造你麻烦啦。对，等一下你跟习近平冲突怎么办？他不要为了我吵架。no， 他就是这样讲嘛。那韩国说有啦，我们现在瞧妥了，3500亿预付都用办法不用全部都用美金可以用韩元加美元混合的贷款加担保。但我坦白讲，你还不是要付3500呢？你还不是一样很惨呢？所以对于韩国来讲今年呢绝对是流年不腻，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那只白鹳一样，想要飞起来，但最后还是呢坠落了地。不是，最近中国也摊得太呆了吧？中国想要去偷别人技术的时候，
竟然被抓包了。为什么会抓包？来，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叫地缘政治分析师魏雪特。大家想说一个分析师没有什么，他很有什么？他写过非常多的书，包括《赢得太空》、美国如何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等等，甚至中国控制生命的竞赛这种书。他今天竟然在 X 上面，他放了一个讯息，这讯息是什么？你今天中国跟荷兰的艾斯摩进了机台。就你个东搞西搞，你搞一个逆向工程，结果逆向工程完你装不回去，赶快找人求救了，实在是太好笑了，你知道吗？这人家发现怎么会有这种事啊？做贼的还说哎呀来救我，原来哦就是他写的说ASML 他们的一群工程师这中国客户跟他们说，哎呀我们的机台坏掉了，麻烦你们这个 ASML 的这个员工啊来到我们中国来帮我们修理一下。他说哦好好没有问题，就飞到了中国去之后就发现哎。不对哦，你如果说好，这个整个手机，你如果说坏掉，那你还是这样子包装跟里面的位置都没有弄错嘛？就他拆开来之后发现，丢呢啊，怎么东西有乱装，怎么东西有错的，就跟他讲说不对呢，那个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对啊？你们是有动过这台机器吗？他们说啊，对啦啊，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动那台机器？啊，没有啦，我们想要研究一下，你们这个极紫外光机跟那个深紫外光机是怎么做出来的啊？那代表什么意思？那你不是就是要 copy 我吗？你想要偷我的东西？根本就是要偷我东西。结果后来发现，等到尾等给你在我到尾等给之后，然后叫人家来修，就人家到底有没有修啊？事实上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说明清楚。但是由此可知，他们在窃取这个荷兰或者是国外的高科技技术，只有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荷兰快气死了！你跟我买，还要偷我的技术，逆向工程，你没办法装回去。还要我来帮你装？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跟你讲啊，现在世界各国的基本的礼貌或者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基础，全部都毁了。像什么你知道吗？安氏，我们其实之前有稍微提到安氏，但我跟你讲，安氏这个局可深了，这个水太深了，太有趣了。这个安氏集团啊，半导体公司啊，它虽然人在在荷兰，总部也在荷兰，但你知道它在2018年、2019年、2020年已经被中国的安泰集团文泰集团100%收购了，所以换句话说，它是文泰的子公司了，100%子公司已逃给中国人啦。不过有趣的来了，后来安氏在那时候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既然你要收购我们，但是这因为它的整个 base 是在我们荷兰的，所以有几个条件你要遵守。第一个这个 base 在这里，你就要遵照我们的法律。第二件事情，整个专业经理人啊，几乎纹风不动，原装全部都没有动。对，也就是原本是荷兰人当这个法务长，原本是德国人当这个财务长，原本是这个德国人当营运长的，通通不准动。对，那代表什么意思？逃给你啦！你的这个经营权被外国的这个专业经纪人拿掉所以这个就出现大问题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美国政府一宣布之后，结果这3个刚讲的一个荷兰人跟2个德国人所组成的经营高层啊，他们讲说，如果美国玩真的，那我们安氏就会被制裁啊！我们安氏被制裁，那我们整个荷兰的 base 跟德国汉堡的工厂完蛋就 GG 了，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因为我们会受到美国制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什么决定你知道吗？背叛老板甄别，把 CEO 开了。不是，他们直接就跟荷兰政府说，报告我们的老板啊，100%全资公司这个中国老板啊有问题。然后呢？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后来呢，荷兰的这个经济部长就说，确实这个安氏这家公司我们发现你们有很多的疏漏，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情况，什么紧急情况呢？这可能要这个经营权跟所有权要全部的要重盘可能要分开，所以宣布我们荷兰政府要强制接管文泰母公司文泰集团，就说我们要告荷兰政府，我们要告安氏的这个3个高专业经理人有什么窃占啊，或是黑吃黑啊，或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我跟你讲，很显然，你觉得这一出荷兰政府出面弄得黑吃黑，结果后面的大老板是为了谁？当然是为了川普嘛，川普要你荷兰选边站，对，所以中国你就去告吧。现在连他们中国那个网友都笑什么？
330亿，结果买了一个寂寞，全资个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